如果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，或者你正在考虑买入，又或者你只是因为相信比特币所以关注了它，今天这期你需要从头听到尾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你对这家公司的全部判断。一个男人再过3周就要站在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酒店的舞台上，台下预计坐满4万人，他们从世界各地飞来，相信比特币会改变货币的未来。这个男人叫 Michael Saylor， Strategy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席。他前几天刚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比特币已经赢了，4年周期已经死了，语气非常笃定。但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台下几千公里之外的股票市场里正在发生什么？这家公司的股价过去12个月跌了接近 60%， 从52周高点算，跌幅接近 80%，4万人的掌声和 60% 的年限跌幅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现实里，这不是隐喻，这就是你今天面对的局面。我直接说一个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结论，这家公司的问题不是比特币跌了，比特币从历史高点回落了大概 47%， 但这家公司的股价从高点跌了将近 80%。 如果你在去年7月高位买入的是这只股票，而不是比特币本身，你亏掉的幅度是直接持币者的将近2倍。这说明出问题的不是比特币，出问题的是这家公司这台机器本身。今天这期结束之后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信仰最热烈的时候，恰恰可能是你最应该冷静的时候。为什么一家持有76万枚比特币的公司，股价表现反而比比特币差这么多？答案藏在一个大多数散户从来没认真看过的指标里，这个指标叫做市值净资产比，英文缩写是4个字母，简单说就是公司总市值和它持有的比特币总价值之间的比值。你搞懂了这个比值，就搞懂了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碰。你没搞懂就买了，你可能连自己是怎么亏的都说不清楚。先帮你建立一个直觉，假设有一家公司全部资产就是比特币，什么别的都不做，如果市场给它的估值刚好等于它持有的比特币的价值，这个比值就等于1。你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和你直接买比特币理论上效果一样，但如果市场觉得这家公司有额外的本事，比如它能用一种聪明的方式不断增加每一股里面含的比特币数量，那这个比值就会高于1。你买它的股票就等于用打折价买到了比特币，再加上一个增值引擎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？过去2年，这个比值长期在 1.5 到 2.5 之间波动，市场愿意为它的比特币增持飞轮支付高溢价。Saylor 每周买一批比特币，比值高于1，蒸发就是增值的，飞轮越转越快，股价越涨，比值越高，下一次蒸发又能买到更多比特币。这个正循环曾经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台永动机。如果你是在那段时间买入的，你的账户确实在涨，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你赚的钱不完全来自比特币涨价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个溢价比值本身。溢价是你收益的放大器，但放大器反过来也可以变成亏损的加速器。现在这个比值已经压缩到 1.14 附近，过去几个月它好几次直接跌破了1。跌破1是什么意思？你一定要搞清楚，意味着你通过买这只股票来间接持有比特币，反而比你直接去交易所买还要贵。市场在告诉你一件事，这台机器不但没有在创造额外价值，它可能正在毁灭价值。这是你理解整件事的起点，但接下来的故事比这个更让人不舒服。Saylor 过去的核心玩法是这样的，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增发新股，拿到现金，用现金去买比特币。如果溢价比值大于1，比如说是2，那每增发1块钱的新股，公司拿到1块钱去买比特币，但市场认为这些比特币在公司里面值2块钱。对你这个老股东来说，虽然你的持股比例被稀释了一点，但你每一股里面含的比特币价值反而上升了，这叫增值型稀释。你被稀释了，但你更富了。但如果比值等于1，甚至低于1，同样的操作就完全反过来。公司增发新股换来的比特币根本不够补偿你被稀释掉的那部分价值，你的每股含币量在下降，你的持仓在被摊薄。你以为公司在帮你买比特币，其实公司是在用你的持仓来给新入场的股东铺路，你出了代价换来了别人的入口。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帮你理解，假设公司市值100亿，持有的比特币也值100亿，比值等于1，现在公司增发了 10% 的新股，拿到10亿现金，买了10亿的比特币，公司的比特币变成了110亿，但总股本也增加了 10%。你手里的每一股对应的比特币数量没有变，你什么都没赚到，但你承担了增发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冲击。如果比值低于1，情况更糟，公司增发的股票卖出的价格低于对应的比特币价值，你的每股含币量实际上在缩水，你亏了，但公司的持币总量看起来变大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标题上写着大量买入，但你的账户在缩水。这就是散户最容易被烧到的地方。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新闻标题，说公司本周再次大举增持2万枚比特币，你觉得这是利好冲进去买，但你没注意到的是，这笔钱的来源是通过增发稀释了你手里的股权。标题让你兴奋的那个动作，可能恰好就是在伤害你的那个动作。
很多散户是在公司宣布大额买入的当天追进去的，然后在随后2到3周里慢慢被套住，因为蒸发带来的卖压不是当天释放的，它在后面的交易日里慢慢渗出来。你追着利好进场，利好背后的成本却在你进场之后才显现。机构看到蒸发公告的第一反应不是追买，而是去算这次蒸发到底是增值型的还是稀释型的。散户和机构之间的认知差就是你被套住的根本原因。大资金在你看到标题之前就已经做完了判断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价格里已经包含了他们的动作。你觉得你在跟 seller 一起做多比特币，但你的入场时间比机构晚了至少1到2个交易日，这1-2天的时间差可能就是你整笔交易亏损的全部来源。如果你现在持有这只股票，我先给你一个方向性判断，你持有的东西不是比特币的替代品，你持有的是一个赌注，赌溢价，比值会重新回到 1.5 甚至更高，只有溢价回来增持飞轮才能重新转动，你的每股含币量才会增长，这和赌比特币涨不涨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。比特币可以涨 20%， 但如果比值同时从 1.1 压到 0.9， 你的股票可能不涨反跌。很多人把这2件事混为一谈，这是当下最危险的认知错误。但等一下，有一件事比溢价压缩更值得你关注。3月最后一周，这家公司打破了连续13周买入比特币的节奏，13周9万多枚比特币，几百亿美元砸下去，然后突然停了。每个周日 seller 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橙色圆点的图，告诉市场他又要买了。3月最后那个周日，橙色圆点没有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关于公司优先股的消息。你要理解这个细节的分量。过去3个月，每个周日，全球的比特币交易者都在等那个橙色圆点，它就像一个心跳信号，告诉所有人机器还在运转。节奏一旦中断，市场失去的不是一次购买行为，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信心锚定。你作为散户可能觉得少买1周没什么关系，但你想想机构会怎么看？机构看到的是这台机器可能在降速，降速的原因可能不是暂时的，而是结构性的。如果你是基金经理，你会在这个时候加仓一只飞轮可能停转的股票吗？大概率不会。所以你要注意的不只是 seller 买不买，还有在他停买之后有没有其他大资金愿意填上这个情绪缺口。如果没有，这只股票在短期内很难有持续的上行动力。那为什么会停？关键问题不是它为什么暂停了1周，关键是它还能不能用原来的方式继续。你看公司最新的资金安排就能理解，公司刚宣布了一个420亿美元的新增发计划，210亿普通股加210亿优先股，表面上看弹药充足，但你仔细想一步，如果溢价比值在1附近，发行普通股买比特币就是稀释性的对你这个老股东不利，所以他才把1半额度给了优先股。这不是他想这么做，是他不得不这么做。融资工具的切换本身就说明原来的飞轮已经转不动了。优先股的年化利率是 11.5%， 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公司的软件业务全年收入大概 4.7 亿美元，但光优先股股息加各种债务利息，分析师估算每年总支出接近11亿美元。你拿 4.7 亿的收入去覆盖11亿的固定成本，中间缺口巨大。缺口靠什么填？靠继续卖股票或者卖比特币。如果比特币在6万到7万的区间横盘半年以上，你可以自己推演这个资金链最终走向哪里。每横盘1个季度，固定成本就吃掉1块现金储备，你手里的股票不需要等到比特币暴跌才会出问题，横盘就够了。我要把话说清楚，我不是在说这家公司会破产。他持有的76万枚比特币，按目前价格大约值510亿美元，现金储备约22亿。最近的可转债到期在2027年第3季度，短期内不会被强制平仓，但你一定要区分2句话：不会破产和值得你把钱放进去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一家公司可以很长时间不破产，但它的股价可以在这段时间里继续下跌 30%甚至 50%。你现在可能会问一个很自然的问题：如果比特币涨回去，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？对，也不对。比特币涨的话，未实现亏损会缩小，这部分是确定的。公司平均持币成本大约每枚75000美元，比特币目前在67000附近，整体未实现亏损大约60亿美元，涨回8万，亏损消失 ，seller 的叙事重新变得有说服力，但这只解决了一半。另一半是溢价比值的问题。比特币涨回来不等于市场会重新给这家公司支付溢价，溢价取决于市场对飞轮模式的信心，信心取决于结构，不仅仅取决于价格。如果你只盯着比特币的走势来判断这家公司的价值，你就会在这个地方犯错。还有一种情况很多人没有想过，就是比特币既不涨也不跌。如果比特币在6万到7万之间横盘3到6个月，这家公司会怎样？每个季度固定成本在烧钱，现金储备在缩水，溢价比值没有理由回升，飞轮依然转不动。你持有的股票不需要等到比特币暴跌才会出问题。横盘本身就是一种慢性思绪，而且横盘的时间越长，市场对飞轮重启的信心就越弱，溢价比值反而可能进一步下压。你必须把这个场景纳入你的判断框架，不是所有风险都以暴跌的形式出现，有些风险是时间本身。这里我要跟你讲一个历史案例。
这个案例和今天的局面相似到让人不安。灰度的比特币信托基金，2020年到2021年，它是散户和机构通过股票账户买比特币几乎唯一的选择，没有现货交易所、交易基金。你想在券商账户里持有比特币敞口，它几乎是唯一的路，所以它长期以溢价交易，最高超过40%。溢价让发行方有动力持续增发去买比特币，形成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飞轮。你当年买入它的逻辑和今天买入这家公司的逻辑完全相同，打折价买比特币加溢价增长红利，然后发生了什么？现货基金的预期出现了，市场开始觉得它不是唯一选择了，溢价消失了，不是慢慢变小，而是在几个月内彻底崩塌，变成折价。最深的时候，折价接近50%。而且持续了将近2年。你想象一下，当年在溢价40%的时候买入的那些人，后来比特币涨了30%，但他们可能还是亏损的。底层资产在涨，但包裹这个资产的外壳在缩水，他们亏的不是比特币的钱，是溢价消失的钱。如果你当时是持有者，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领悟。你以为你买的是比特币，但你实际亏的是溢价。今天这家公司面对的困境，底层逻辑和那个信托基金是一样的。当市场不再愿意为间接持有比特币支付溢价的时候，持有间接工具的人就会比直接持币者承受更大的损失。溢价能不能回来，取决于市场情绪和竞争格局，不取决于比特币价格。而今天的环境比当年更复杂，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已经存在了，你买比特币的渠道比2年前多了很多。这家公司的不可替代性比以前弱了。当年那个信托基金的溢价消失，是因为出现了替代品。你要问自己，今天这家公司的溢价消失，是不是同样的逻辑在重演？而且竞争还在加剧，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学这套玩法，用资产负债表持有比特币，然后用溢价融资扩张。当只有一家公司这么做的时候，市场愿意给溢价；当10几家公司都这么做的时候，溢价就会被竞争稀释掉。你要想清楚，你买的到底是一个稀缺的商业模式，还是一个正在被大量复制的策略？稀缺才有溢价，复制品没有。坦白说，这就是你要想清楚的核心问题，不是比特币会不会涨，而是市场会不会重新给这家公司支付溢价。这2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完全不同。如果你是因为看好比特币才买了它，你要认真想一下，你是不是在用一个更复杂、风险更高的工具来做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？好，到这里我把完整判断给你分4种情况。如果你已经持有这只股票，你现在要盯的核心指标不是比特币价格，而是溢价比值。只要比值在1到1.2之间徘徊，增持飞轮就转不动。你要问自己，当初买入是为了杠杆化的比特币敞口，还是为了飞轮带来的美股含币量增长？如果是后者，飞轮已经停了，你的持有理由也就不存在了。4月29日是关键节点，公司发布财报，你看2个数字，美股比特币持有量相比上季度是增还是减，以及融资计划的实际使用情况和成本。如果美股含币量在降，而融资成本在升，这就是你的减仓信号。触发你减仓的不应该是比特币跌了，而是你美股里含的比特币变少了。如果你没有持仓，但在考虑买入，现在不是好的入场点。溢价比值 1.14， 既没有便宜到有安全边际，也没有贵到有溢价弹性可以赌回归。你等2个信号同时出现再动手。一是比值跌到 0.9 以下，你通过这只股票买比特币比直接买还便宜，出现真正折价。2是比特币在7万5以上稳住至少2周。2个条件同时满足才意味着底部有支撑且方向配合。只有一个条件出现的时候，别急着动手，单条件很容易变成陷阱。你如果现在就想要比特币敞口，买现货基金是更干净的选择。你不需要额外承担公司治理风险和稀释风险。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，这只股票的日内波动率大约是比特币的2倍。方向对了，收益放大；错了，亏损也成倍放大。4月下旬，2个催化剂紧挨着27到29日的比特币大会和29日的财报。Saylor 演讲可能带来1到2天的情绪脉冲，但事件驱动的反弹，历史上通常3到5个交易日就回吐。大会前2天布局演讲当天或次日出场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窗口，但你必须设止损，因为如果紧接着的财报数据不好看，大会带来的情绪可能1个晚上就全部反转。对你来说，这是一笔赚快钱的机会，但绝不是一个可以扛着不动的仓位。还有一件事你要注意，大会期间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放大效应会非常强烈，4万人在现场发帖、转发、鼓掌，你在屏幕这边看到的会是一片狂热。这种狂热很容易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利好是实质性的，但你要区分情绪利好和基本面利好。掌声不会改变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。如果你做系统化配置，我直接说结论，把这家公司当比特币杠杆工具的时代很可能已经过去了。在溢价比值回到 1.5 以上之前，你多承担了公司治理风险、稀释风险和流动性风险，但回报反而不如直接持币。你的配置框架需要比特币敞口的话，现货基金或直接持币是更纯粹的方式。如果你对这个模型有独立判断，认为溢价会回来，保留不超过总仓位 5% 的观察仓，但在比值没有明确回升之前不加仓。你要做的不是猜比特币的方向，而是等飞轮重启的信号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，当一个人在4万人面前讲信仰的时候，信仰是最强的还是最脆弱的？
台上的掌声越响，台下的 K 线就越冷静，这两者之间的温差就是你需要面对的真实世界。如果你的投资逻辑建立在一个人的信念之上，那这个逻辑本身到底是你的资产还是你的风险？信念可以让你坚持得更久，但信念从来不能替你承受真金白银的亏损。当信念和资产负债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站在哪一边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